你好，你好。今天我们想聊一个特别现实的话题，就是外国人学中文学到一半，突然就没动力了，这种情况特别常见。对，我身边就有好几个外国朋友，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特别兴奋，天天跟我说你好谢谢，结果学了几个月就消失了。其实这背后有很多原因，我觉得咱们今天可以好好分析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，然后怎么解决。对，先说说为什么外国人要学中文吧。我发现现在学中文的外国人真的越来越多了。这个确实主要还是因为中国现在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嘛，很多人觉得会中文就是一个职业优势。特别是做生意的，我有个美国朋友，他就是因为公司要跟中国这边合作，所以开始学中文。他说，如果能直接用中文谈生意，那感觉完全不一样。还有就是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，像那些喜欢中国历史、哲学、艺术的外国人，他们觉得要真正理解这些东西，必须得学会中文。对对对，还有一些是因为工作或者生活需要来中国的，比如外教啊，或者跟中国人结婚的。动机其实挺多样的，但是为什么学着学着就没动力了呢？这个问题就复杂了。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学习兴趣不够。怎么说？你想啊，很多外国人刚开始学中文，可能就是觉得新鲜或者有某种实用目的。但是如果课堂教学特别枯燥，就是老师在那儿灌输知识，学生在下面死记硬背，没有什么互动。我懂了，就变成了应付考试的任务，而不是真正体会语言学习的乐趣。对，就是这样。语言学习本来应该是很有趣的事情，但是如果方法不对，就会变得特别痛苦。而且我发现很多外国人学中文的方法特别单一，就是背单词、背课文、做练习题。这种机械式的学习方法确实容易让人疲惫。我有个德国朋友，他跟我说，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，每天就是背汉字、背拼音、背语法规则，学了半年，感觉自己像个机器人。哈哈，机器人这个比喻很形象，而且这种学习方式效果也不好，背了忘，忘了背。对，然后就开始怀疑自己，觉得自己可能不适合学中文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目标不明确。很多人开始学中文的时候，就是一时兴起，没有制定具体的学习目标和计划。这个我深有体会。我认识一个法国女孩，她说想学中文，我问她想达到什么水平，她说不知道，就是想学学看。没有明确目标的学习是很难坚持的，因为你不知道自己要走到哪里，也不知道现在走到了哪一步。而且学习内容如果太枯燥的话，也会影响动力，特别是初学者，如果一开始接触的都是很无聊的教材。对，比如那种小明去商店买苹果之类的课文。哈哈，对对对，这种课文真的是没有任何吸引力。现实生活中谁会这样说话啊？而且学习环境也很重要，如果学习环境很单调或者缺乏支持，也容易让人失去动力。特别是自信心受挫的时候，中文对很多外国人来说确实挺难的。汉字、声调、语法，随着学习难度加大，有些人就开始怀疑自己了。而且如果周围没有人鼓励和支持，就更容易放弃了。我有个英国同事，他学中文学到一半的时候，家里人都觉得他在浪费时间，说学这个有什么用。哎，这种外部压力确实很影响学习动力。还有就是学习压力太大，怎么说？有些人给自己设定的标准太高了，比如说要在1年内达到很高的水平，或者要求自己每天必须学几个小时。这种过高的要求反而会带来焦虑。对，然后就开始逃避，越逃避越有压力，形成恶性循环。所以动力不足其实是多种因素造成的。那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？我觉得首先要设定明确的目标，不能说我想学中文，而是要说我想在6个月内能够进行基本的日常对话。对，目标要具体，
要可衡量，而且要分阶段，不能一口吃成胖子。比如第1个月的目标是掌握基本的拼音和常用汉字，第2个月的目标是能够进行简单的自我介绍。对，这样每完成一个小目标都会有成就感，然后就有动力继续下去。而且学习计划也要科学合理。我听说有个方法叫番茄工作法，就是学习25分钟，然后休息5分钟。这个方法挺好的，避免长时间学习导致的疲劳，而且短时间的专注学习效率更高。然后学习内容和方式一定要丰富多样，不能只是背书，要结合各种有趣的材料。对，比如可以看中国电影，听中文歌曲，读有趣的网络文章。我有个美国朋友，他就是通过看中国的网络剧学中文的。哈哈，这个方法不错，在娱乐中学习不会觉得枯燥。而且这样学到的中文更贴近真实生活，不像教科书那么死板。对，还可以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，比如喜欢做菜的可以看中文的烹饪节目，喜欢运动的可以关注中国的体育新闻。这样学习就变成了一种享受，而不是负担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就是要多实践。语言学习最怕的就是只学不用。对，我见过很多外国人书面中文很好，但是一开口就卡壳，因为平时缺乏练习。所以要主动创造使用中文的机会，比如跟中国朋友聊天，参加中文角活动，或者在社交媒体上用中文发帖。现在网络这么发达，找中国人练习中文其实不难，很多中国人也愿意帮助外国人学中文。对，而且在实际交流中，你会发现中文的魅力，会有成就感。当你能够用中文表达自己的想法，和中国人交流的时候，那种感觉特别棒。还有就是要建立一个积极的学习环境。这个怎么理解？就是要找到学习伙伴，或者加入学习社群。一个人学习容易孤单，容易放弃，但是如果有一群人一起学习，互相鼓励，就不一样了。对，我知道现在有很多中文学习的微信群、QQ 群，大家在里面分享学习心得，互相督促。而且可以互相解答疑问。有时候一个人想不明白的问题，别人一点就通了。还有就是要调整心态，语言学习本来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不可能一蹴而就。对，要有耐心，要允许自己犯错误，允许自己有进步缓慢的时候。而且当感到倦怠的时候，不要强迫自己，可以适当休息一下，但是不要完全停止。这个建议很好，比如可以给自己放个小假，5天或者1周，但是在这期间还是要保持最低限度的接触，比如每天花20分钟背几个单词。对，这样既能缓解压力，又不会完全中断学习的连续性。而且当感到没动力的时候，可以回顾一下自己的学习历程，翻翻以前的笔记，看看自己的进步。这种回顾很有用。有时候我们身在其中感觉不到自己的进步，但是回头看看会发现其实已经学会了很多东西。对，我有个日本朋友，他学中文学到一半的时候特别沮丧，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学会。后来我让他看看半年前写的中文日记，他自己都惊讶了，发现进步这么大。哈哈，这种对比很有激励作用。还有就是要学会寻找学习的乐趣，不要把学中文当成任务，要当成一种探索。怎么说？比如可以通过中文了解中国的文化、历史、社会。每学会一个新词，每理解一个新概念，都是对中国的进一步了解。这样学习就有了更深层的意义，不只是为了掌握一门语言，而是为了了解一个文化。对，而且可以改善学习环境，让学习变得更舒适、更有趣。比如买一个漂亮的台灯，营造好的学习氛围，
或者下载一些有趣的学习 APP， 让学习变得像游戏一样，或者偶尔换个地方学习，比如去咖啡店。哈哈，这些小细节确实能提升学习的愉悦感。还有就是要根据自己的水平调整学习内容，不要好高骛远，也不要妄自菲薄。对，这就是所谓的分层学习，初学者就学初级内容，中级学习者就学中级内容，不要跳级。每个阶段都要让自己有成功的体验，这样才能建立信心。而且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有很多好用的学习工具。对，比如各种学习 APP、在线课程，还有 AI 辅助学习工具，这些都能让学习变得更高效、更有趣。我听说现在有些 APP 可以根据你的学习进度和兴趣，个性化推荐学习内容。还有一些可以模拟真实对话场景的 APP， 让你在虚拟环境中练习中文。这些工具确实很有用，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。对，每个人的学习风格都不一样，有些人喜欢视觉学习，有些人喜欢听觉学习，有些人喜欢动手操作。所以要多尝试不同的方法，找到最适合自己的。而且要学会把学习融入到日常生活中，不要把学中文当成一个独立的任务，而是要让它成为生活的一部分。比如可以把手机的语言设置改成中文，这样每天都会接触到中文，或者在家里贴一些中文标签，标注各种物品的中文名称。这个方法不错，创造一个中文环境。对，还可以用中文记日记，哪怕只是几句话也好，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关注一些中文账号。这样就能在不知不觉中提高中文水平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建议，就是要学会处理挫折感。这个确实很重要，学语言肯定会遇到困难，会有挫折。对，比如有时候明明学过的词突然就想不起来了，或者听中国人说话，感觉他们说的太快，完全听不懂。这种情况我见过很多，有些外国朋友会因此很沮丧，觉得自己永远学不会中文。其实这是很正常的，语言学习就是这样，有起有伏，重要的是要保持积极的心态。对，要告诉自己，这些困难都是暂时的，只要坚持下去，一定会有突破。而且要学会庆祝小的进步，不要只关注自己还不会什么，要多关注自己已经学会了什么。这种正向的思维方式很重要。还有就是要合理安排学习时间，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，但也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。对，最好是每天都能接触一点中文，哪怕只有10分钟也好。持续性比强度更重要，每天学一点比1周学一次效果要好得多。而且要学会利用碎片时间，比如坐地铁的时候可以听中文播客，排队的时候可以背几个单词。对，现在大家都很忙，如果能充分利用这些碎片时间，积累起来也是很可观的。还有一个建议，就是要设定奖励机制。怎么说？就是给自己设定一些小目标，完成了就给自己一个奖励，比如学完一个单元就去吃一顿好的，背会100个单词，就买一件喜欢的东西。哈哈，这个方法很有趣，用奖励来激励自己坚持学习。对，这样学习就不只是付出，也有收获和享受。而且要学会寻求帮助。当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不要一个人硬撑，要主动寻求帮助。对，可以问老师，问中国朋友，或者在网上寻找答案。现在网络资源这么丰富，很多问题都能找到解答。而且中国人一般都很热心，很愿意帮助外国人学中文。我发现很多中国人对外国人学中文这件事儿都很支持，会很耐心的解答问题。对，所以不要害羞，不要怕犯错误，大胆的说，大胆的问。还有就是要保持好奇心，对中国的一切都保持好奇，这样学习就会变得很有动力。
对，比如看到一个有趣的中文网络用语，就去了解它的来源和含义；听到一首好听的中文歌，就去查歌词的意思。这种主动探索的学习方式比被动接受要有效得多。而且要学会享受学习过程中的小惊喜，比如突然理解了一个以前不懂的句子，或者成功用中文表达了一个复杂的想法。对，这些小小的成就感会给学习带来很大的动力。还有一个很实用的建议，就是要学会调节学习节奏。怎么调节？就是根据自己的状态来安排学习内容。状态好的时候可以学一些难的内容，状态不好的时候就做一些轻松的练习。比如累的时候可以听听中文歌曲，精神好的时候可以读一些有挑战性的文章。对，这样既能保持学习的连续性，又不会给自己太大压力。而且要学会反思和总结，定期回顾自己的学习情况，看看哪些方法有效，哪些需要改进。对，可以写学习日记，记录自己的学习心得和困惑。这样不仅能提高中文写作能力，还能帮助自己更好地了解学习进程。还有就是要保持开放的心态。中文学习不只是语言学习，也是文化学习。对，要尝试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，了解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。这样学到的中文才是活的，才能真正用于交流。而且要学会欣赏中文的美。中文是一门很美的语言，有着丰富的表达方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。对，比如中文的诗词、中文的成语都很有韵味。当你能够欣赏这些美的时候，学习就变成了一种享受。还有就是要有长远的眼光，不要只看眼前的困难，要想想学会中文之后能给自己带来什么。对，比如能够直接阅读中国的文学作品，能够看懂中国电影不用字幕，能够和10几亿中国人交流。这样想想还挺激动人心的，对吧？而且随着中国影响力的不断提升，中文的价值也会越来越大。所以现在学中文是一个很好的投资。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要学会寻找学习伙伴。对，一个人学习容易孤单，有伙伴的话会更有动力。而且可以互相督促，互相鼓励。当你想放弃的时候，伙伴可以拉你一把。现在有很多语言交换的平台，可以找到中国人做语言伙伴，你教他们英语或者其他语言，他们教你中文。这种互惠的学习方式很好，大家都有收获。而且在交流过程中，你会了解到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。对，比如中国人平时怎么说话，有什么流行语，有什么文化习俗等等。这些都是很宝贵的学习资源。还有就是要学会设定合理的期望，不要期望自己能够很快就达到母语水平，那是不现实的。对，要给自己足够的时间。语言学习是一个渐进的过程。而且要明白，即使是中国人，也在不断学习中文。语言是活的，一直在发展变化。所以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，要享受学习的过程。对，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学习的热情和好奇心。还有一个很实用的技巧，就是要学会利用情境学习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在具体的情境中学习和使用中文，比如去中国餐厅点菜，去中国商店购物，参加中国朋友的聚会等等。我懂了，在真实的环境中使用中文，这样学到的东西更实用，也更容易记住。对，而且这种学习方式很有趣，不会觉得枯燥。还可以看中国的电视节目，了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。对，比如看一些生活类的节目或者新闻节目，都能学到很多实用的表达。而且要学会从错误中学习，犯错误是很正常的，重要的是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。对，
不要因为怕犯错误就不敢开口，大胆地说错了也没关系。而且中国人一般都很宽容，不会因为你说错了什么就笑话你。大家都理解学语言的不容易。还有就是要学会利用技术手段，现在有很多很好的学习工具和资源。比如语音识别软件可以帮你纠正发音，翻译软件可以帮你理解不懂的内容。对，还有各种在线词典、学习视频、播客节目等等。这些工具用好了，能大大提高学习效率。但是要注意，工具只是辅助，最重要的还是要多练习、多使用。对，不能过分依赖工具，要培养自己的语言能力。还有一个建议，就是要学会制定学习计划，但是要保持灵活性。怎么说？就是要有一个大致的学习框架和目标，但是具体的学习内容和方式可以根据情况调整。不要把计划定得太死，要根据自己的进度和兴趣来调整。对，比如原计划这周学语法，但是突然对中国历史很感兴趣，那就可以先学一些历史相关的中文内容。这样学习会更有动力，因为是自己感兴趣的内容。对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。还有就是要学会庆祝进步，不管进步多小，都要给自己一些肯定。对，比如今天学会了一个新词，或者成功用中文点了一次餐，都值得庆祝。这种正向的反馈会让学习变得更有动力。而且要学会和过去的自己比较，而不是和别人比较。对，每个人的起点不同，学习速度也不同，重要的是自己在进步。还有就是要保持耐心，语言学习真的需要时间，不可能一蹴而就。对，要相信时间的力量，只要坚持下去，一定会有收获。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学习中文的意义。当你真正理解了学中文对自己的价值，动力就会自然而然的产生。对，可能是为了职业发展，可能是为了了解中国文化，可能是为了和中国朋友更好的交流。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只要这个原因对你来说是重要的，就能支撑你坚持下去。而且要记住，学习中文不只是在学一门语言，也是在开拓自己的视野，丰富自己的人生。对，通过学中文，你能够接触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世界，这本身就是很有价值的体验。所以当感到没动力的时候，可以想想这些更深层的意义。还有就是要学会享受学习过程中的每一个小发现，比如发现一个有趣的中文表达，或者理解了一个文化现象。对，这些小小的时刻会让学习变得很有趣。而且要保持开放的心态，不要害怕改变学习方法，如果现在的方法不适合，就尝试新的方法。对，学习方法没有标准答案，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。我觉得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实用的建议，总结一下的话，就是要设定明确目标，丰富学习方式，多实践应用，保持积极心态，寻求支持帮助。对，还要记住学习中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要有耐心，要享受这个过程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要把学中文当成负担，要把它当成一次精彩的文化探索之旅。当你真正爱上中文，爱上中国文化的时候，动力就不再是问题了。对，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到那些在学中文路上遇到困难的朋友们。学习语言确实不容易，但是坚持下去，你会发现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而且现在学中文的资源这么丰富，环境这么好，只要方法得当，一定能够成功。对，最后想说的是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也欢迎分享给身边正在学中文的朋友。大家一起学习，一起进步，这样会更有动力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。希望每个学中文的朋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学习节奏和乐趣。